如果我告诉你，让肠道保持年轻的秘诀，可能不在于你吃了什么，而是在于更年轻的肠道里住着什么，你会怎么想？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小说的情节哈。对啊，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深入聊聊的核心。我们收到了你分享的几份资料，全都围绕一份几天前，也就是2026年1月22日刚发表在《干细胞报告》期间上的新研究。没错，这份研究揭示了我们的肠道菌群，也就是住在我们肠道里的那些数兆个微小生物，跟肠道老化之间竟然有一个非常惊人的，可以说是直接的关联。对，它等于是提出了一个可能性，就是说衰老过程中的某些部分，或许可以透过调节我们体内的这些微生物来，怎么说，倒带。倒带，哇，这个词用得很好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一起来剖析这份研究，看看科学家到底发现了什么，以及这对我们理解变老这件事带来了什么样的颠覆性思考。是的，这份研究真的非常有趣，它挑战了我们很多既有的观念。好，那我们就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好了。我们的肠道为什么会变老？这应该不只是感觉上消化变差了而已，它背后有更深层的生物学机制在运作吧？是的，完全正确。你可以把我们的肠道内壁想象成一个，永远在施工的工地，一直在施工。对，它表面的细胞大概每隔几天就要全部换掉一次，这是一个非常耗能而且很精密的过程。目的就是为了要维持那个屏障的完整性，吸收营养，还有就是在受伤之后可以快速修复。了解。那负责这一切的就是我们说的肠道干细胞，简称 ISCs。他们就是那个工地的总工头，对不对？负责指挥整个更新工程。这个比喻很贴切，他们就是总工头，不断分裂、分化，产生各种新的细胞来替换那些磨损的旧细胞。但问题就来了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这些工头会开始变得，怠惰，对，工作效率大不如前。所以这就是肠道老化的核心，工头们罢工了，或者说变成慢郎中了。那这会造成什么具体的后果？后果很直接哦。首先，你营养吸收的效率会变差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长辈容易营养不良。再来，防御力下降，肠道屏障变脆弱，就更容易让一些不好的东西跑进体内，引发慢性发炎。这很重要。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，就是再生能力变差。比方说，如果动了肠道手术，年轻人可能很快就好了，但年长者愈合的时间会拉得非常长，就是因为这些干细胞的反应变慢了。了解。所以干细胞变懒是个大问题。那这份研究最厉害的地方，就是找到了可能的原因，而且这个原因还不是干细胞本身，对吧？没错，它来自一个我们可能都没想过的地方，这就是整个研究的啊哈时刻。研究团队观察到一个现象，在老年小鼠体内，它们的肠道干细胞活性降低，然后与此同时，它们肠道里的菌丛组成也跟年轻小鼠有天壤之别。所以就引出一个问题，这两件事只是碰巧一起发生，还是说其中一个导致了另一个？对，这就是科学上那个最经典的相关不等于因果的问题。那他们要怎么证明这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呢？他们用了一个非常直接，甚至可以说是粗暴但有效的方法。这么直接？粪便菌群移植。哇！他们把年轻小鼠的肠道菌群完整的移植到老年小鼠的肠道里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帮老年小鼠的肠道换了一批全新的、年轻力壮的房客。哇塞，这真的很大胆。结果呢？老年小鼠的干细胞真的有反应吗？结果非常惊人。那些原本活性低落，就是我们说的跟年龄相关的肠道干细胞功能下降的趋势，竟然被完全逆转了。完全逆转？对，而且不只是在培养皿里看到细胞活性增加哦，他们还做了功能性的测试。他们刻意让小鼠肠道受到一点轻微的伤，来模拟真实世界中的挑战。然后呢，那些接受了年轻菌群的老鼠，他们的表现怎么样？他们的表现简直就像年轻小鼠一样。真的假的？
肠道的再生反应、组织修复的速度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。这等于是证明了，光是改变肠道里的细菌，就能让老化的组织重新获得年轻的再生能力。这完全颠覆了过去的想法哎。我们以前都觉得肠道菌可能就是消化系统的配角。对。但这份研究等于是说，他们其实是导演之一，能直接指挥我们最底层的干细胞要年轻还是衰老。你这个总结非常精准。他们不是配角，而是主动的调节者。这项实验最有利的部分就在于，它证明了肠道菌群是因，而干细胞老化是果。改变了因，果也跟着改变了。没错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问题了。为什么？这些年轻的细菌到底做了什么，可以唤醒那些沉睡的干细胞？这背后的机制是什么？这就是研究最深入也最迷人的地方。他们发现，衰老的菌丛环境中会导致一个对干细胞至关重要的讯息传导路径。讯息传导路径？对，它叫做 WNT 讯息传导路径。这个路径的讯号强度会显著减弱。WNT 路径，我好像有点印象，这在很多生物学领域都很重要，像发育生物学啊、癌症研究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肠道菌可以直接去操控一个这么核心的细胞机制哦？没错，权力真的非常大。你可以把 WNT 路径想象成是干细胞的总开关，还有油门。油门，这个比喻我喜欢。这个路径的讯号强弱，直接决定了干细胞要不要分裂，要分裂多快。当年龄增长，菌群改变，这个油门就被松开了，干细胞自然就慢下来。哇，而年轻的菌群似乎能产生某些代谢物或讯号分子，重新踩下这个油门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年轻的菌群就像是空降到一个昏昏欲睡的工厂，然后拿着大声公开始大喊：“嘿，所有人开工了！”把那些在角落打瞌睡的老员工全部叫醒，是这个概念吗？哈哈，完全可以这么说。你这个比喻非常生动。真的哦。而且他们不只叫醒了好员工，更有趣的是，研究还发现了反面的证据，让整个故事更完整了。哦，还有反面的。他们在老化的菌群中分离出了一些特定的细菌种类，发现这些细菌似乎会主动抑制干细胞的功能。真的假的？所以这不只是好教练离开了，同时还来了几个专门在旁边泼冷水、扯后腿的坏队友。正是如此，这是一个双向夹击的过程。双向夹击，对，一方面促进干细胞活性的益菌减少了，另一方面抑制干细胞活性的坏菌增加了。这一来一往，就导致了整个肠道干细胞系统的衰退。哇哦，这解释得太清楚了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单纯补充几种益生菌效果可能很有限，因为你没有处理掉那些扯后腿的坏菌啊。对耶，这也带到未来的治疗方向可能会更复杂，不只是补充，可能还需要移除。好，那聊到这里，我们来看看更宏观的层面，这对我们一般人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很多人听到这里，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冲去买益生菌。对。但研究人员在资料里特别强调，这完全是两回事，对吧？绝对是两回事，厘清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首先，研究做的是全菌群的移植，这是一个包含成千上百种细菌的复杂生态系。这跟你去市面上买到只含几种菌株的产品，在复杂度和作用机制上是完全不同的层次。这项研究的价值不在于推荐某个产品，而在于它确立了肠道菌群是一个可调节的影响老化的关键因素。可调节这个词是关键，它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介入的目标。不过，从这个在小鼠身上看起来很神奇的发现，要走到真正的人类疗法，这中间的路应该还很长吧？非常长，而且充满挑战。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人体临床试验。当然，我们必须确认在小鼠身上看到的效果是否能安全地在人类身上复制。毕竟人类的免疫系统、生活环境、饮食习惯都比实验室老鼠复杂太多了。对，这在小鼠身上听起来很神奇，但我总是在想，人类的系统复杂这么多，真的有可能这么顺利的复制效果吗？会不会有什么我们没想到的风险？比方说，
年轻捐赠者的菌群里会不会也藏着一些对接受者有害的东西？你提出的这一点真是科学界非常谨慎的原因，安全性绝对是首要考量。这也是为什么正式的粪便菌群移植对捐赠者的筛选是极其严格的。然后就算安全性和有效性都证实了，还有很多技术问题要解决，比如剂量要多少，是移植一次就好，还是需要定期补充？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，是不是每个年轻的菌群都一样好？还是说有没有一个所谓的超级菌群？这就是最复杂的部分了。未来的方向很可能是走向个人化菌群疗法。个人化？对，因为最适合你的菌群不一定适合另外一个人。科学家需要找出究竟是哪些关键的菌种，或者是它们的代谢物在发挥逆转衰老的作用。找出那个有效成分。没错，一旦找到了这些关键分子，未来或许就不再需要进行完整的粪便移植，而是可以直接补充这些特定的有效成分。这在安全性跟接受度上都会高很多啊，这听起来合理多了。但即使还有很长的路，这项研究揭示的潜力还是非常巨大。如果未来技术成熟，这不只是抗衰老而已，它在临床上可能有很多应用。是的，例如，帮助那些接受化疗或放疗的癌症病人，他们的肠道黏膜受损非常严重，如果能加速修复，对他们的生活品质会是极大的改善。没错。还有像是发炎性肠道疾病的患者，或者是一些重大手术后的病人，一个能快速再生的肠道对他们的恢复至关重要。这彻底改变了我们看待体内这些微生物的视角，它们不再只是帮我们消化晚餐的伙伴，它们是我们组织再生、维持健康的共同管理者。真的。好了，在我们结束之前，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今天探讨的重点。首先，我们了解到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肠道里负责更新组织的工头，也就是干细胞，会变得懒散。对，会变懒。其次，我们发现这种懒散跟肠道里房客的组成变化有直接的因果关系。老化的菌群环境会抑制干细胞的活性。最后，也是最令人兴奋的一点，这种衰退似乎是可逆的。至少在小鼠身上，只要为它们的肠道引入一个更年轻的微生物生态系，就能重新唤醒老化的干细胞。如果我们把这个发现放到更大的框架里看，它告诉我们，菌群在我们的健康中扮演的角色，远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核心。更核心。对，它们不是被动的住在我们体内，而是我们身体基本衰老过程的主动调节者，影响力深达最根本的细胞层面。这是一个真正的典范转移。最后，留给你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。这项研究聚焦于将年轻的菌群移植到年老的个体中，来逆转肠道的老化。这不仅让人思考，除了肠道，我们身体里还有哪些其他的衰老过程，可能也受到我们每天共存的这些微小生物的影响，甚至是调控呢？这个问题很有趣。如果连干细胞的活性都能被影响，那像是皮肤的弹性、大脑的认知功能，甚至是我们免疫系统的衰退，背后是不是也都有这些看不见的微生物在悄悄地扮演着关键角色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为我们如何健康地老去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。